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在今年即将到来的秋季芯片发布会上，苹果有望推出 iPhone 16、Apple Watch Series 10、Apple Watch Ultra 3等新品。除此之外，苹果在今年还将对 Mac 产品线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更新，推出新一代 Mac Mini、iMac 和多款 MacBook Pro 都将升级 M4 系列芯片。苹果 M4 芯片基于第二代3纳米制程打造，总计集成280亿只晶体管，拥有全新显示引擎，采用4大核加6小核 CPU， 号称 CPU 速度比 M2 提升高达 50%。苹果 M4 芯片还搭载10核 GPU， 相比 M2 速度提升4倍，首次为 iPad 带来动态缓存、硬件加速光线追踪和硬件加速网格着色功能。苹果 M4 还搭载16核神经网络引擎，运算速度达到每秒38万亿次，是 A11 芯片的60倍。近日，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发文爆料称，苹果内部正在测试4款采用 M4 芯片的 Mac 设备，有望今年秋季，可能是10月发布。根据开发者日志，这4款机器都采用了基础级 M4 芯片，其中3台 Mac 配备了10核 CPU 和10核 GPU， 第4台机器配备了8核 CPU 和8核 GPU。所有4台 M4 Mac 都有 16GB 或 32GB 的统一内存，256GB 和 512GB iPad Pro 机型所使用的 M4 配备了9核 CPU 和10核 GPU， 而 1TB 和 2TB 机型使用的 M4 芯片配备了10核 CPU 和10核 GPU， 部分 Mac 机型采用 1TB 或 2TB 机型的同款 M4 芯片。不过，古尔曼在爆料中并未提及 M4 Pro 或者 M4 Max 芯片，预估将用于更高端的 Mac Mini、14和16英寸 MacBook Pro 等。M4 Pro 和 M4 Max 芯片将拥有更多的 CPU 和 GPU 内核，以及更大的内存容量。至于大家关心的下一代 Mac 新品的升级，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主要看点还是集中在 M4 芯片上，设计上不会有太多明显的变化。Jeffrey 整理了每台即将迎来更新的预期功能，一起来看看。作为对比， M1 Air 于2020年11月发布，2022年7月的 M2 Air 15英寸 M2 MacBook Air 于2023年6月发布。M4 Air 的发布，苹果可以将其作为常规活动，预计苹果不会改变 MacBook Air 的设计，目前的设计是在2022年推出的，未来几年内不会改变。2025款 MacBook Air 将配备基础 M4 芯片，类似于 iPad Pro 中使用的芯片。基准测试结果显示， M4 比它将取代的 M3 提高了 20%。预计苹果不会升级 Liquid Retina 显示屏，更改端口配置，仍将保持 MagSafe 3、2个 Thunderbolt USB 4端口，一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或升级摄像头或扬声器。自 Wi-Fi 联盟于1月初正式发布标准以来，或将有望支持 Wi-Fi 7。苹果可能会在今年秋天10月或11月发布 M4 系列 MacBook Pro， 这将使苹果发布 M3 MacBook Pro 系列的大约1年后。14英寸和16英寸 MacBook Pro 设计于2021年推出。此前的爆料称，新的 MacBook Pro 预计不会进行重新设计。MacBook Pro 配备苹果 M 系列芯片的3个版本，基础芯片、Pro 芯片和 Max 芯片。M4 Pro 和 M4 Max 将是基本 M4 的变体，实现更多的 CPU 和 GPU 内核以及更统一的内存。苹果预计不会升级 Liquid Retina XDR 显示屏，更改端口配置仍将保持 MagSafe 3、2个或3个 Thunderbolt USB 4端口、HDMI、一个 SDXC 卡插槽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或升级摄像头或扬声器，将有望支持 Wi-Fi 7。去年10月 ，M3 iMac 取代了2021年5月发布的 M1 iMac， 苹果可能会借此机会为 iMac 建立一个秋季发布周期。目前的24英寸 iMac 设计于2021年5月推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在未来几年内保持原位。24英寸 iMac 配备基础 M 系列芯片，因此新款 iMac 也将配备基础 M4。苹果预计不会升级 Retina 显示屏，更改端口配置，仍将保持2颗 Thunderbolt USB 4端口，2个额外的 USB 负3端口，中高端型号为千兆以太网，以及一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或升级摄像头或扬声器，同样有望支持 Wi-Fi 7。另外，有传言称，苹果可能会发布一款新的 iMac， 其显示屏尺寸可达32英寸，配备更高端的 M4 芯片。不过，这样的 iMac 不太可能在今年秋天做好准备。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最近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这将是 M4 产品还是明年或更晚的产品。M4 Mac Mini 可能比当前的 M2 Mac Mini 具有新的、更小的设计，它将取代2023年1月发布的 M2 Mac Mini。M1 Mac Mini 于2020年11月发布，苹果可能会借此机会为 Mac Mini 建立秋季发布周期，但根据该产品的历史，苹果似乎并不认为该产品需要定期发布周期。
根据古尔曼的说法 ，Mac Mini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将变得更小，占地面积与 Apple TV 差不多，这将使 Mac Mini 更像是 Raspberry Pi 的竞争对手。Raspberry Pi 是一种经常用于特殊设置的小型 PC。苹果目前为 Mac Mini 提供基本芯片或 Pro M 系列芯片，这将以新设计继续进行。据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称，配备基础版 M4 芯片的 Mac Mini 将立即发货，而 M4 Pro 型号要到10月下旬才能上市。较小的设计可能意味着 Mac Mini 不提供当前 Mac Mini 提供的一些端口。古尔曼报道称，苹果已经测试了3款至少具有3个 USB-C 端口、1个电源连接器和1个 HDMI 端口的型号。虽然古尔曼没有这么说，但 USB-C 端口可能也是 Thunderbolt 端口。目前的 M2 Mac Mini 有一个千兆以太网端口、USB-A 端口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最新的谣言没有说明这种调整是否会改变。虽然以太网和音频插孔可能会保留，但苹果可能会放弃 USB-A 端口，将有望支持 Wi-Fi 7。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称 ，Mac Studio 要到2025年才会升级到 M4。当前的 Mac Studio 于2023年6月在 WWDC 上发布，而第一台 Mac Studio 于2022年3月发布，因此 M4 Mac Studio 似乎要到2025年春季或6月的 WWDC 2025上才会到货。Mac Studio 的设计在更新到 M4 时只有3年的历史，因此它不会改变，并且会在保持其设计几年。苹果为 Mac Studio 配备了 Max 和 Ultra M 系列芯片，因此2025年的 Mac Studio 可能会配备 M4 Max 或 M4 Ultra 芯片。当前的 Mac Studio 配备 M2 Max 和 Ultra 芯片，其性能的跃升应该令人印象深刻。苹果可能不会改变任何关于端口的信息。在背面 ，Mac Studio 有4个 Thunderbolt USB 4端口、2个 USB-A 端口、万兆以太网 HDMI 和1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Mac Studio 的正面是一个 SDXC 卡插槽。Mac Studio Max 有2个 USB 3端口，而 Mac Studio Ultra 有2个 Thunderbolt USB 4端口，同样将有望支持 Wi-Fi 7。Mac Pro 的设计自2019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预计也不会改变。根据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的说法， Mac Pro 同样要到2025年才会升级到 M4。当前的 Mac Pro 于2023年6月在 WWDC 上发布， M4 Mac Pro 要到2025年春季或6月的 WWDC 2025上才会到货。尽管 Mac Pro 的设计已有11年的历史，但尚未有关于重新设计的报道。Mac Pro 是为了容纳内部扩展卡而制造的，因此如果正在进行重新设计，它将保持塔式外形，将其与 Mac Studio 区分开来。苹果在 Mac Pro 上使用其 M 系列芯片的 Ultra 版本，目前的 Mac Pro 配备 M2 Ultra， 2025年的升级将是 M4 Ultra。目前尚没有关于 Mac Pro 功能的报道，而且苹果可能不会改变任何关于插槽、端口或机箱的信息。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更期待哪款 M4 芯片的 Mac 新品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